上一世她跟渣男闺蜜一起下乡，却没成想渣男和闺蜜搞在一起，被她发现后不但不知悔改，还开车将她往死里撞，将成为植物人的她扔到医院不闻不问。顾海默突然出现，每天在医院细心照顾她，可她伤得太重，不到1个月后就撒手人寰。再次睁眼，她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房间。婉婉，你在里面吗？你不要怕，我来救你了。舒知清，对不起，你想要什么补偿都可以提，我尽量满足你。昨晚我被下药了，但我会对你负责的。说完，舒婉看见后面墙上有一扇窗户，毫不犹豫直接翻了出去。看着消失在窗口里的舒婉，顾海默不知为何心里竟有些失落。顾海默打开屋门，面无表情地看着门口黑压压的一堆人头。毛林业推开顾海默，就想往里冲，结果胳膊被顾海默抓住，疼得他脸都白了。莫娃子，你先把毛知青放开。李队长，我昨晚亲眼看到舒婉进了顾海默的屋子，这会舒婉肯定还在屋里面。昨晚，那你为何现在才来找我？我以为舒知清找顾海默同志有事，一会就回来了，可他一夜都没回来，我这才一大早就去找你。毛林业苍白的脸上一片焦急，任谁看了都知道他是真心实意的在担心舒知清。站在人群中的唐明生放在身侧的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明明昨晚跟舒婉在一起的人应该是我才对，怎么会变成是顾海默？我在村委的破屋等了舒婉一夜，没等到他的人，等来的却是他跟顾海默颠鸾倒凤了一夜。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李队长，这个我可以给毛知青作证，昨晚我也看到了舒知青进了顾海默的屋子，舒知青一夜都没回知青点，想必这会还在屋里。李队长，你带人进去看看，不就知道舒知青有没有在里面了？胡桂芳，我认你娘的！你亲眼看到我儿子跟舒知青睡在一起了，你咋就这么笃定舒知青就在屋里？老娘撕烂你的嘴，看你还胡说八道不？周秋芳左右开弓，一连扇了他8个耳刮子，这才住了手。众人看着见怪不怪，表情麻木。行了，先处理舒知青跟莫娃子的事要紧。村长，莫娃子刚退伍回来3个月，跟舒知青又不熟，咋可能呢？你别听别人满嘴胡咧咧就相信了。我家莫娃子倒没什么，可对舒知青的名声不好。事情到底是怎样？进去看看就知道了。顾海默看了眼李根劳，侧开身子。毛林业眼睛一亮，抢先跑到最前面，结果一只大黄狗从屋里跑出来，咬住他的裤腿就往外拽。李队长，这狗要咬断我的腿了！莫娃子，大黄，回来！胡桂芳兴奋地冲进屋，到处翻找，就连抽屉都翻了一遍，好像舒知青能钻进去一样。没看到人，他很是失望。毛知青跟唐知青不是说昨晚亲眼看到舒知青进了顾海默这个杂种的屋子吗？咋没人呢？毛林业和唐明生也跟着李队长进了屋里，屋里除了一张大炕，就只有一张破桌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别说藏个人了，就连一只母蚊子也看不到。李队长，我发誓，昨晚我亲眼看到舒知青进了顾海默同志的屋子，要是我瞎说，就让我头顶长疮，脚底化脓。是啊，李队长，我也看到了，我不可能跟毛知青一起说谎吧？你们没有证据，就不要胡说。李队长，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我们现在去知青点，如果陆知青在屋里，那他昨晚自然没跟顾海默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是他不在，那就证明他昨天跟顾海默在一起。这个办法好。是啊，李队长，我也瞧着这办法好，去看看就知道了。胡桂芳，你是不是刚才挨的打太轻了？这明明是毛知青跟唐知青想到的，我只是同意而已。那就去看看吧。我在前面带路。莫娃子，你放心，等会见到舒知青，这件事就真相大白了。娘不会让人平白无故把这个屎盆子扣到你头上。走，我们也去知青点看看。唐明生走得很快，来到知青点，抬手就去敲舒婉的屋门，可敲了半天却没有人应。唐明生继续敲门，舒知青，你在屋里吗？在屋里的话吱个声。里面依旧一片死寂。唐明生转身，目光炯炯地看着李根劳。李队长，舒知青不在屋里，不在屋里，证明他昨晚就是跟顾海默睡了。我们刚才去捉奸，舒婉躲了，这会不知道躲在外面哪里。李队长，一大清早的，怎么这么多人在这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舒知青，你怎么在屋里？我不在屋里在哪？这不是还不到上工时间吗？不可能啊！李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大清早的来了这么多人，我总有权利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吧？那个啥，李根劳就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舒知青。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事关舒知青的名声，他也不能瞒着不说。李根劳的话刚落，唐明生脸上就重重的挨了2巴掌。再怎么说，咱们都是知青，还是从小到大的同学，你怎么能这样诬陷我？婉婉，你别生气，这都是误会，我不是。以后请叫我舒知青，你不配叫我的名字，我也没有你这样的同学，我真是瞎了眼了，将你跟毛林业当成我的好同学好朋友，没想到想害我的竟然是你们。婉婉，我是被毛林业骗了，他说他亲眼看到你进了顾海默同志的屋子，因为我们都是同学，我很信任他，所以你就可以上下嘴唇一碰，诬陷我家莫娃子跟舒知青吗？看你长得人模狗样，还是个知青，心眼咋这么坏的？这样的事能瞎说吗？你让舒知青以后咋做人，让我家莫娃子以后咋娶婆娘？婉婉，你咋在这里？
舒婉直接上去扇了毛林烨10几个巴掌，扇得毛林烨头嗡嗡直响。婉婉，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做什么呀？你跟唐明生这样诬陷我，还要让我有话好好说，我好说个屁！毛林烨，你不是说昨晚亲眼看到婉婉进了顾海默同志的屋子吗？我是信任你才相信你的话，没想到你是在胡说八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昨天亲自扶着舒婉去了顾海默的屋门口，将他推了进去。怎么他这会好好的待在知青点，而不是在顾海默的屋子？舒知青待在知青点，我待在我的屋里，平白无故被你们冤枉，这事可不能就这样算了。天黑，我看错了。唐知青、毛知青，你们俩这个月的工分全扣了，工分算到顾海默同志跟舒知青的头上，行不？若是再有下次，我就将你们调到别的知青点，并且会上报。李队长，我以后保证看好了再说。我也是。意思就是以后找到机会还是会害我，只不过是这次没得逞而已，正愁没机会报复他们。既然主动送上门，那我当然也不会客气。他们俩的工分都给舒知青，我是男人，身上有的是力气，舒知青是小姑娘，身娇体弱，工分给她最合适。舒婉偷偷看了眼顾海默，没想到他这样体贴，只是这样的体贴是针对他吗？还是对所有女性都这样？刚雀跃的心情有些回落。没关系，来日方长，我一定让他看到我的好。舒知青，你有意见吗？我没有意见，谢谢顾海默同志。不用谢。顾海默见没什么事，转身阔步离开。周秋芳亲切地朝舒婉笑了笑，跟上了儿子的脚步。莫娃子，你现在就收拾东西，跟我回家住，不要再住那破茅草屋了。老大16岁就去当军人，刚退伍回来不久。老二和老三已经成家，生了娃屋里就住不开，只好委屈老大住在村里无人居住的破茅草屋。没想到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娘，我还是继续住在那里吧。不行，咱们家虽然只有3间房，但房再小也有你住的地方。让老二和老三的娃跟着他们自己的父母睡，你跟老四睡一个屋。顾海默很少忤逆周秋芳，就同意了他的建议。顾海默东西少，不到10分钟就收拾好了，跟着周秋芳回了家。胡招娣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到顾海默手里提着一个包袱，脸色变了脸。大哥，你们回来了。其他人呢？都在屋里吃早饭呢。顾海默以前当军人的时候，每月的津贴都寄回来，我们没分家都能受益。如今他退伍失业在家，搬回家住，不就多了一张嘴吃饭吗？这咋能行？胡招娣顾不上洗衣服，跟在周秋芳的身后进了屋。娘，大哥。顾海东、顾海南、顾海北看到周秋芳跟大哥走进来，都放下手里的筷子，站了起来。我就说一句，谁的娃谁管，你们大哥以后跟老四睡在一个屋。周秋芳话落，顾海东脸色微变，跟刚进来的妻子胡招娣视线对上。2个儿子一直跟着老四睡，要是跟我们睡，一张炕哪里能躺下？周秋芳也不管其他人的意见，他是通知，不是在征求他们的想法。他4个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一直委屈老大。毛林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昨天不是说好的，你会把舒婉带到村委的破屋子，他怎么好端端的待在知青点？若是舒婉被顾海默给强了，我不仅有机会将顾海默整死，也有办法让舒婉跟我处对象。舒婉家境好，长得也好看，从小就自视清高。若不是他跟毛林烨关系好，上学那会，舒婉根本不会跟我说一句话，更不可能成为朋友。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你到底有没有看到舒婉进了顾海默的屋子？我看到了，昨晚我给舒婉下了药，看着她摇摇晃晃出了屋子，本想按照计划将她带到村委成全你们，可舒婉直接去了顾海默住的地方，我拽不走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进了屋子。我根本不可能将舒婉送到唐明生的床上，我爱慕她这么久，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跟别的女人睡觉？算了，以后再找机会吧。顾海默那个杂种没跟舒婉睡成也是好事，以后再找机会让毛林烨给舒婉下药，只要舒婉跟我睡了，以后的日子就不会过得这样苦了。舒婉同志在吗？有你的汇款单。舒婉从屋里出来，看了眼鼻青脸肿的毛林烨，从邮寄员手里接过汇款单，在登记表上签了字就进屋了。毛林烨嫉妒的眼睛都红了。舒婉每个月都能收到家里寄来的汇款单，有时还有各种票据，而我饭都吃不饱，都是号召国家响应来建设农村的，凭啥他过得比我好？难道就因为他会投胎吗？毛林烨揉了揉脸，将一脸的嫉妒揉得柔和些，上前去敲门。有事吗？婉婉，我陪你去镇上的邮局取钱吧。以往都是我陪着舒婉去取钱，舒婉爱吃好吃的，每次都要在国营饭店吃顿好的，我跟着去就能蹭一顿。好啊，一会我们先给李队长请个假，下午去镇上邮局取钱。好呀。毛林烨以为舒婉会拒绝他，毕竟他刚被舒婉打了，没想到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想到糖醋排骨、红烧肉、酸菜鱼，他的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看来舒婉蠢得很，昨晚的事他现在就忘了。不过这样也好，这样的舒婉很好拿捏，只要拿捏住他，我在这鬼地方日子就能好过些。李队长，我下午有事请假。行，明天早上按时上工。李队长，我也要请假。看了眼舒婉，李根劳就明白了，今天是舒知青去邮局取钱的日子，每次毛知青都会陪着他，就点头同意了。婉婉，今天中午还是在国营饭店吃饭吗？在国营饭店吃。早上舒婉打了我一顿，今天中午的要多点几个菜，好弥补舒婉对我的伤害。我听说国营饭店最近新出了几个菜，都挺好吃的。那就全部要一个尝尝。
婉婉，你取完钱了，去国营饭店吃饭吧。走进国营饭店，毛林烨熟门熟路去了里面的位置。他跟舒婉每次来吃饭坐的都是这个地方。舒婉看了眼毛林烨，在他对面坐下。服务员，国营饭店的人对舒婉和毛林烨不陌生，看着年纪不大的2个小姑娘，每次来点菜却很豪爽。即使毛林烨态度不太好，服务员也忍了。今天想吃什么？将你们店里新出的几个菜全部点1个，再要个酸菜鱼、红烧肉、糖醋排骨。婉婉，这样可以吗？可以，不过今天我不请你吃饭。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说完，舒婉就起身坐到另外一个桌子上，重新点了几个菜，对服务员说道：“我跟那个人不认识，他点他的菜，我点我的菜。这是俩人闹掰了。这小姑娘总算是清醒了，每次来吃饭都是点菜的财大气粗，最后却是这小姑娘付钱。婉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了？这样有问题吗？”看到毛林烨脸上的表情变换不停，舒婉感觉这一刻很爽，想想以前的自己，难怪服务员总用看大冤种一样的眼神看他。婉婉，以前我们都是一起吃的。那是以前，以后我们各吃各的。还有，以后请叫我舒之清，毕竟我们不熟。舒婉把钱递给服务员，毛林烨脸上的笑容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国营饭店都是先付钱再吃饭，毛林烨自然没钱吃饭，偷偷瞪了眼舒婉，低声对服务员说道：“我今天忘记带钱，刚才点的菜不要了。”你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以前这2个小姑娘来吃饭，白吃白喝的，装得像个大款，眼睛长在头顶上，对我吆喝来吆喝去，反倒付钱的那个像个跟班的。如今这小姑娘终于脑子灵醒了，这个假大款这会像个龟孙子一样，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能错过呢？我忘记带钱了，刚才点的菜不要了。还是没听清。毛林烨大声喊了一遍，店里的几个客人都朝这边看了过来，大多鄙视地看着他。看穿着打扮像是知青，怎么这么没素质？没钱吃饭很正常，但大声喧哗吵到别人就是人品问题。毛林烨脸上火辣辣的烫，看了眼正坐在桌前大快朵颐的舒婉，看着桌子上的菜，他咽了咽口水。这么多菜，舒婉一个人肯定吃不了，我就坐在旁边看着他吃，他肯定会给我吃的。今天的糖醋排骨好吃吗？好吃。今天的糖醋排骨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次，肉质鲜嫩，轻轻一咬就脱骨，太香了。毛林烨盯着糖醋排骨看，金黄色的外皮，排骨细饱之子，肉香味更是往他鼻子里窜，一看就很好吃。舒婉点了4道菜，他自然吃不完，可每吃一样菜，他都发出夸张的感叹声。咦，今天的菜咋比我以前吃的更好吃？太香了！还剩下这么多菜，要不然让我吃了吧，不然浪费了。怎么会浪费？我打包回去下顿吃。看见舒婉走出国营饭店，毛林烨急忙跟了上去。婉婉，说知青，你还要去供销社买东西吗？以前舒婉买了零嘴都会分一些给我吃的，他刚才在国营饭店没请我吃饭，一会买的零嘴肯定会给我的。说知青，我帮你拎吧，这挺重的，我都帮舒婉干活了，等会回去他肯定会分他我一半零嘴吃，以前都是这样的，这次也不会例外。给我吧。舒婉接过布袋，开了门直接进去了，梅里还站在外面等他分零嘴的毛林烨。毛林烨，民生，这次不要再那么蠢，事情成了通知我一声，我还在老地方等。这样我会给舒婉下，但怎么可能让他跟唐民生睡呢？唐民生只能是我的。这要怎么睡啊？没事，输的睡不下，咱们横着睡。那你的脚不是露在外面了？没事，忍忍就行了。忍什么忍？这又不是1天2天的事。顾海默刚从外面回来，当作没听到胡招娣的话。都混成跟我们一样的泥腿子了，整天还这的258万似的。招娣，不许这样说大哥。胡招娣看了眼顾海东，没有吭声，去了老三的屋里。嫂子，快进来坐。王美一向跟他们小叔睡在一个炕上，如今猛然跟我们睡，还真有些不习惯。慧芝，你说大哥以后娶婆娘，这屋子又咋分呢？嫂子，这是轮不到我们当小辈的操心，娘自有安排。胡招娣见他不论说什么，老三2口子都不接茬，悻悻笑了下，转身走了。大哥年纪不小了，娘已经让没人再给大哥物色婆娘了。嫂子是个多事的人，以后你少跟他接触，免得生出是非。我知道。翌日，舒婉依旧摘棉花，还是他昨天分的那块地。顾海默路过，看了眼舒婉纤细白皙的手腕，脑中瞬间就想到那晚她纤细的腰肢，还有那白的像富强粉一样的皮肤。行动比思想快，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走到跟前了。顾海默同志。舒婉看着顾海默笑眯眯的打招呼。该死，不知道这样笑容易让男人冲动吗？你笑起来丑死了，以后不许这样笑。如果实在想笑，就对着我笑，不许对别的男人这样笑。听到前面的话，舒婉的笑容有些僵硬，听到后面的话，差点笑喷。顾海默这是怕他招蜂引蝶吗？凑到他耳边，我只对你这样笑。顾海默没说话，从舒婉手里拿过竹笼子，手上的动作快的舒婉都看不过来。不一会儿，竹笼子里的棉花就摘满了。这块地我帮你干完了，你回家休息吧。顾海默将竹笼子放在地上，准备去摘自己的那块地，刚走了2步，食指就被人握住，有什么东西冰冰凉的被攥进了他掌心。这是谢礼。看着掌心里的奶糖，顾海默失笑，他一个大男人需要糖来哄，刚咧开嘴，一抹柔软按进他嘴唇里，紧接着嘴里一阵香甜。甜吧，现在的大白兔奶糖可好吃了。嘴里的清甜让顾海默想起那晚的舒婉，比这大白兔还要好吃，还要甜。他点了点头就转身走了，他怕自己再不走会失控。看着顾海默走远的背影，舒婉笑得得意，小样，还挺能装。舒婉回到知青点，
就看到毛林叶正站在门口等他。舒知清，你回来了。有事？舒知清，就算我以前做错事，那我们还是朋友啊，你就不能原谅我吗？毛林叶看了眼放在桌子上的玻璃杯，这玻璃杯在我认识的人里只有舒婉有。舒婉用玻璃杯装凉开水，渴的时候往茶缸子里倒一些，再兑些开水就能直接喝。如果我将要下到这里，舒婉100%会喝。眼角余光看到毛林叶的眼神，舒婉眼神半眯，这是又想害我？说的是呢。舒婉嘴角微弯，如果他不示弱，怎么能给毛林叶机会呢？他背对着毛林叶洗手，听到身后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就知道毛林叶已经把药下到杯子里了。舒婉背对着毛林叶从柜子里拿出2个新的玻璃杯。我知道你很喜欢这种玻璃杯，我今天用这玻璃杯给你倒水喝。说着，舒婉就准备往里倒凉开水。毛林叶吓得脸都白了，忙一把夺过杯子。我自己倒就行，我爱喝开水。那行，开水壶就在那，你自己倒。终于握到心心念念的玻璃杯，毛林叶很激动，可装了开水的玻璃杯很烫，他不得不将水杯先放到桌子上，努力找着话题和舒婉聊。他要亲眼看到舒婉喝了带料的水才放心。舒婉趁毛林叶不注意的时候，将手里的玻璃杯换了。毛林叶看着舒婉捧着玻璃杯慢慢喝水，内心狂喜。第1次躲过去是运气好，舒婉不可能第2次运气还这么好吧？看了眼漂亮的玻璃杯，毛林叶拿起，一口气将大半杯水都灌进肚子里。果然，这种高级的玻璃杯喝水都香。目的达到，将杯子里的水喝完，毛林叶不舍得将玻璃杯放下，站了起来。舒知清，我先回去了，明天我再来找你玩。好呀。真的，你看到舒婉将水喝下去了。为了怕他发现我将要放在他平时凉开水的玻璃杯里，他可能喝的不多，所以要效法做的也晚，得要晚点我才能将他送到你跟前。这不要紧，多晚都行，我现在就去那等着你们，这次可不许搞砸了。放心，这次不会的。等唐明生走后，毛林叶去找了村里的老光棍二蛋。二蛋看到毛知青来找他，色眯眯的盯着他的胸前看。二蛋，我知道你想女人想疯了，一会我就会送个女人过来，但你不要乱跑，就在家里等着。你是要把你送给我吗？是一个比我还要漂亮的女人，记住我的话，不要乱跑。说完，毛林叶就转身跑了，回到了知青点。咋还没动静呢？是不是水喝的太少了？想了想，毛林叶去敲舒婉的门。毛知青，你来了，快进来坐。毛林叶狐疑，舒婉怎么突然对自己这么热情？走进去看了眼放在桌子上的玻璃杯，满满的一杯水。这是喝完了又添的，还是在原来就的基础上添的？毛知青，你是不是很热呀？我看你脸都是红的，这是我刚倒的开水放凉的，你要不要喝点？我忘记你喜欢喝开水了，那我给你倒开水。盯着玻璃杯里的凉开水，毛林叶喉咙动了动，这回他全身热得难受，要是这杯凉开水下去，肯定会很舒服。这水是从哪里倒的？开水壶啊，我本来是想喝温水的，见你刚才喝的是开水，我就倒了开水喝，一转头就给忘记了，这会才想起来。那给我喝吧，我这会渴得厉害。毛林叶从舒婉手里一把夺过杯子，咕咚咕咚几口就将杯子里的水喝完了。舒婉看了眼放在桌子上他晾开水的玻璃杯，这种一模一样的玻璃杯他有一套，一共8个，而毛林叶手里拿的就是他白天给他下药的那个杯子。舒婉的屋里很香，毛林叶感觉又憋又闷，全身热得不行，在屋里待不住，就起身出去了。天已经黑了，毛林叶怕唐明生等得着急，就朝村后面的茅草屋走去。毛林叶，怎么是你？舒婉呢？药效还没发作，我怕你等得急，过来跟你说一声，你安心在这等着，不要着急，等舒婉药效发作了，我直接带她过来。这次没问题吧？这次不会有问题，我亲自看着她将水喝下去的。唐明生催促毛林叶赶紧回知青点盯着舒婉，二蛋等得着急，就出来想去寻毛林叶，俩人就在路口遇到了。毛知青，你是来找我的吗？我是路过，一会带个女人给你，你回去等着。毛知青，干嘛这样矜持啊？二蛋说着就伸手摸了把毛林叶。你放规矩点，不然我刚才说的话不算数。毛林叶口干舌燥，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下嘴唇，就是这个动作让二蛋再也忍不住了，一把将毛林叶拦腰扛起就往自己的屋子跑。二蛋，你干什么？快放我下来！不放，今晚你要跟我睡觉。顾海默带着大黄刚从村后的山上下来，手里拎着2只野鸡，看到二蛋扛着毛林叶走过去，微微眯了眯眼。顾海默同志。朱婉一直悄悄跟着毛林叶，看到他被二蛋扛走了，就想去找李队长。大晚上的，你在外面乱跑什么？我晚饭吃的有点多，出来消消食。你一个女同志在外面不安全，快回去。我才不想回去，我还要找李队长呢。你先回去，一会出来看热闹。好，那我回去了。那天的事我没忘记，我会对你负责的。怎么负责？舒婉看着顾海默，歪头轻笑。月光下的女孩眼睛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樱桃小嘴此刻正含笑看着他。顾海默身子有些僵硬，这样的笑让他脑海中总浮现那晚的事。舒知青，那晚的事我知道是个意外，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那件事我会烂在肚子里，不会影响你以后的生活。不行，我家教很严，我爸爸要是知道我做事不负责，会打断我的腿的，所以我一定要对你负责。我等着你来提亲。看到舒婉走远，顾海默才回过神，摸了摸大黄的脑袋。走，先回家。娘，我在山上逮了2只野鸡，明天你给做的吃。莫娃子，自从你回来，我们的伙食改善不少。娘，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刚才你粉针婶子来过了，
说是要给你相看个女娃，我给应下了。明天下午咱们一块去他家相看。娘，现在说这事还早。早啥早？老二和老三的娃都能打酱油了，你身为老大还小啊。等给你娶了婆娘，过几年再给老四娶个，我这辈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有心上人了。啥？你有心上人了？这是好事啊！哪家女娃娃？我让你粉针婶子上门说亲去。娘，这事以后再说，我还有事先出去一趟，一会就回来。顾海默直奔李根劳家。李根劳刚吃了晚饭，正在门口抽旱烟，看到顾海默，吓了一跳。李队长，出事了！出啥事了？我刚才经过二蛋屋里，听声音有些不对。啥声？有女人声，还有那种声音。这个狗日的二蛋，娶不起婆娘胡来拎吧？二蛋，你赶紧起来，外面都是人。毛林业又怕又急，都快哭了。他得想办法偷跑，要是被外面的人逮到，他这辈子就完了。二蛋猛地抖了下身子，这才心满意足地从毛林业身上起来，得到自由。毛林业手忙脚乱地穿衣服，看到有后窗，就想从窗口里逃出去。刚走到窗口，身子就被人抓住。最近剪视频太累了，喝点饮料放松下。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娃哈哈，酸甜又好喝。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很多都不到9块9，好吃又解馋。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毛志清，你把我睡了，要对我负责，不能跑。负个屁的责！老娘一个黄花大闺女便宜你了，没找你负责，你还要我负责？好呀，我对你负责。李队长这会就在外面，待会我就跟他说我要娶你，这样我们都没事。不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你赶紧给我放手！二蛋将毛林业往门口拖，一把拉开门，门外亮晃晃的火把，将俩人的脸照得清清楚楚。毛志清，李队长，我要娶毛志清。我不愿意。毛志清，你要是不愿意，就会被当成破鞋，到时不仅要邮件，还要贴大字报。毛志清，你愿意嫁给二蛋吗？所有看热闹的社员这会刚回神，听到李队长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毛知青虽然长得一般，但是是知青啊，有文化。二蛋是800年前立的旗杆，老光棍一个。毛知青要是嫁给他，可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我如果不想当破鞋，就只能给我当婆娘。我愿意。大家又是一阵哄笑，但这样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李根劳点点头，看向还在津津有味看热闹的社员们，都散了，明早上工不要迟到。现在可以放手了吗？刚才人多还不觉得，这会毛林业只感觉不仅自己的身子冷，心也是冷的，比寒冬2月里的天气还要冷。二蛋松开毛林业，毛林业得到自由，咬着下唇跑了。看到舒婉，他停下脚步。这下你满意了吧？毛知青，这话从何说起？你在水里给我下了药，要不然我怎么会？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要是你自己下的，谁也是你自己喝下去的，更是你自己跑到二蛋家，跟我何干？毛林业，你是自己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难道我应该乖乖喝下你给我下的药的水，再被别的男人糟蹋了，这样才能如你的意吗？什么？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没事。在我这里只分好人坏人，不分男人女人，再有下次别怪我不客气。毛林业看着舒婉被顾海默这个瘟神护着，狠狠瞪了他一眼，跑回知青点。你真的没事？我真的没事。上次也是他下的药。我估摸着要是唐民生给毛林业的。唐民生的父亲是中医，耳濡目染也懂一些药理，而毛林业在学校的时候学习就不怎么样，对于药理狗屁不通。上次毛林业带着李队长来捉我跟顾海默，和唐民生一唱一和，用脚趾头猜都是一伙的。这次也是，刚才唐民生震惊的表情，无疑是此地无银300两，不逮自招。顾海默的双手紧紧攥在一起，他当过军人，最恨别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更何况还是针对舒婉，他更不能忍，心里有了数。顾海默送舒婉回知青点，我让大黄给你开门，有啥事你就让他来找我，我立马就到。大黄，保护好舒知青，有事就来找我。大黄真机灵。他以前是条流浪狗，我娘看他可怜就养着了，没想到我回来后，他跟我最亲。狗是最忠诚的，他知道谁对他好。顾海默点点头，不放心的再次叮嘱舒婉小心点，这才回去了。老大，到我屋里来下。娘，咋了？说，你的心上人是不是舒知青？刚才去看二蛋和毛知青的热闹，看到老大跟舒知青站在一块，俩人有说有笑的。老大回来这几个月就没见他跟别的女人说过话，舒知青还是头一个，那他肯定就是老大的心上人了。只是这心上人是不是难攀了点？我是很喜欢他。不行，我都听说了，舒知青家境很好，小姑娘长得又好看，不可能会在咱们这成家，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娘，其实我已经在跟舒知青处对象了。真的吗？现在你还反对吗？为啥反对？我之前以为是你自己一厢情愿，既然舒知青在跟你处对象，说明人家也对你有意思。娘，谢谢你。谢啥？这些年要不是你，下面3个指不定现在长成啥样呢。老二和老三也不一定能娶上婆娘，说到底是娘对不住你。娘，我爹走得早，我是老大，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老大懂事，我这个寡妇才能将下面3个小的带大。等老大跟舒知青结婚的时候，我一定好好给他操办。翌日，周秋芳起来的很早，先杀了一只野鸡，想炖在锅里，等中午上工回来就能吃。胡招娣进灶房看到，咬了咬唇，朝外看了眼，见老三媳妇没来，这才开口：娘，这不是还有一只野鸡吗？
咋了？我娘最近身体不好，我想拿回去给她补补身体。那行，另只野鸡你跟慧芝一人一半，都送回家孝顺爹娘吧。你也知道，这野鸡是莫娃子在山上逮的，虽然没分家，但有些事还是要说清楚。下次想孝顺你娘，让东娃子上山逮野鸡。这只野鸡是老大在山上逮的，你跟招娣一人半只拿回娘家孝敬你爹娘吧。娘，这是大哥逮的，我咋能要？我不要。慧芝，如果你不要的话，那就给我吧。不行，你跟慧芝都是我儿媳妇，我一碗水自然要端平。你开口了，我不好拒绝，但也是最后一次。以后老大再弄到啥好东西，你就不要肖想了。这只野鸡你跟慧芝一人一半。肖慧芝想说什么，对上周秋芳严肃的脸，就将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胡招娣不服气的撅了撅嘴，但也不敢再说什么。分鸡的时候，胡招娣手里的菜刀切肉的时候偏了偏，2/3的肉被他割走了。慧芝，你看我这手割偏了。偏了，这没事，你把多的给慧芝就行。我一会给李队长说一声，给你请2个小时的假，你赶紧的把这鸡肉送回娘家去。你也一样，赶紧把鸡肉送回娘家吧。房彩英正准备上工，看到小女儿上门，蹙了蹙眉。当胡招娣走近，闻到肉香味时，房彩英立马换了笑脸。招娣回来了，娘，凤菊，你三姐来了。一大清早的跑来干什么？当他走出睡屋，鼻子嗅了嗅，看了眼胡招娣手里的布袋，笑成了一朵花。呆呀，招娣来了，你回自己家还带啥东西呀？这又不是去别人家。说着话，赵凤菊伸手夺过胡招娣手里的布袋，打开一看，拿出小半只鸡，脸上的肉抖了抖。招娣，这咋才这点肉？咱们家人多，这一人一口肉都分不过来。提起这个，胡招娣心里也是憋着一股气，就将事情经过说了。肖慧芝不要，我本想全部拿回来的，可我婆婆说是要一视同仁，一人一半，我故意将菜刀偏了偏，结果大半的鸡肉让我婆婆给肖慧芝了。胡招娣真没用，斗不过泼辣的周秋芳，怎么还拿捏不住老实的肖慧芝？招娣，听说你娘最近在给顾海默相看对象，顾海默年纪不小了，要是相看成了，肯定马上要结婚的，到时你可要把这点别估的啥都不争。你是顾家第一个娶进门的媳妇，虽然是老二，但老大这么多年一直没在家，你就跟长嫂一样，不能什么事都让你婆婆牵着鼻子走。娘，我知道了，你心里清楚就好，不管什么时候，爹娘心里都是有你的。风菊也是真心把你当成姐姐对待。爷，我知道。舒婉今天分到的棉花地跟顾家挨在一起，见周秋芳总是看着她笑，笑得舒婉莫名其妙的，出于礼貌，她也跟着傻笑。你去帮舒之清摘棉花去，你看她瘦胳膊瘦腿的，哪里能摘得了棉花？你一边歇着去，我来摘。说舒之清能用钱解决的事，自己绝不动手，懒得要命。我看舒之清倒挺勤快的，虽然摘棉花摘得慢，但一直在摘啊，也没见他在用钱买工分了。娘，大哥怎么在帮舒之清干活啊？干你的活，跟你有什么关系？自己家的棉花还没摘完，却跑去给别人摘，这是脑子有坑吗？顾海默干活一人顶两，不一会儿就将舒婉分到的那块棉花地的棉花摘完了，怕他拎不动，还帮他将棉花拿到李丹那里记工分。我就送你到这里，你自己拿进去记工分，省得别人看到说闲话。他一个大男人倒没什么，可不想让舒婉受一丝一毫的委屈。舒婉知道他的好意，冲他笑了笑，从口袋里摸出2颗大白兔奶糖塞到他手里。我又不是小孩子。谁说大人就不能吃奶糖了？我娘早上炖了野鸡，中午我给你端一碗过来。好，你去吧，我去上工了。说完，顾海默就转身阔步走了，直到看不到顾海默的身影，舒婉这才提起竹笼子，准备找李丹记工分。记工分吗？是的。舒婉把竹笼子挪过去，上称的时候，李丹就站在一边看着。舒婉诧异了下，上次他记工分的时候，李丹还帮他把竹笼子放到称上，他也没多想，记好工分就会知清点了。等舒婉走后，李丹憋在心口的一股气慢慢吐了出来，双手紧紧攥在一起。他们是在处对象吗？中午下工后，周秋芳回家后就先去灶房看炖的鸡肉怎么样，揭开锅盖把将里面的好肉全部挑出来，就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娘，这是我娘让我拿回来的。让你送半只野鸡回去是孝顺你爹娘的，你咋还往家拿东西啊？我娘说了，咱家人多，鸡肉她收下了，但让我将红薯跟白菜带回来。你娘真客气。肖慧芝爹娘都是正直善良的人，从来不会白要顾家的东西，偶尔肖慧芝回娘家带些啥东西回来，总不会空着手。这样的家庭教育出的子女也比较有教养。自从肖慧芝进门不上工的时候，总是在家里干家务，不会像别的媳妇没事到村口树下说是非。娘，能吃饭了吗？胡招娣走进灶房，眼睛就往锅里瞟，看到锅台上碗里的肉愣了下。周秋芳将装鸡肉碗放进篮子里，上面盖了块布，递给肖慧芝。慧芝，你悄悄地给舒之清送去。好的。娘，干啥要给舒之清送饭啊？老大正在跟舒之清处对象，咱们今天吃鸡肉，我就让慧芝给他送一碗。咋可能？舒之清是城里来的，听说家境很好，咋可能看上大哥这个？咱们家世不如舒之清家条件好，可莫娃子也不差，更何况感情的事讲究的是两情相悦，我看舒之清也不是那势利人。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要是舒之清，才不会嫁给大哥。以前是当军人，现在跟我也没区别，一个泥腿子，有啥资格肖想白天鹅？你说啥？我是说大哥真有眼光，这些年多亏了老大，才能让东娃子和南娃子娶上婆娘，如今他有了心上人，我自然要全力以赴帮他。
下午上工的时候，胡招娣故意挨着萧慧芝，他们可都是受害者。他想要说服萧慧芝跟他一起找周秋芳说道，以后不能有啥好吃的都给舒之清送去。二嫂，有啥事你就直接说吧，不要再绕来绕去了。慧芝，你知道大哥跟舒之清处对象的事吗？知道。慧芝，整个桃源村的人，没人不知道舒之清家境好，长得又贱，她咋可能嫁给大哥？我是怕大哥跟娘剃头挑子一头热，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你咋知道是大哥一厢情愿呢？上午大哥帮舒之清摘棉花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俩有说有笑的，我看那舒之清也是中意大哥的。中意啥？要我看那舒之清就是在占大哥便宜，知道大哥干活一个顶俩，又能蹭顾家的饭，等到有机会回城了，就会把大哥一脚给蹬了。他好一个知青，长得好，家庭好，为啥想不开要找一个泥腿子啊？萧慧芝张了张嘴，不知道跟胡招娣说什么才好。慧芝，一会下工了，晚上咱们一起跟娘说说，以后别把好吃的给舒之清送，免得吃亏。二嫂，这是大哥的事，他自有分寸，我们就不要多事了。慧芝，我这是为了你好，你以前都叫我嫂子，咋今天突然改口叫我二嫂了？这不是大哥有对象了吗？迟早得要改口。萧慧芝说完不再理会胡招娣，双手快速的摘棉花。胡招娣，赶紧摘棉花，你在干啥呢？一个个都是棒槌。唐明生中途休息的时候跑过来，没看到舒婉，就去找毛灵叶。毛灵叶正坐在地畔抹眼泪，她根本不想嫁给二的，却没有解决办法。看到唐明生过来，眼睛一亮，明生还是在意我的，这是特意过来关心我的嘛。毛灵叶，舒婉呢？咋没看到她上工？她干完活回去了。怎么可能？舒婉干活？我咋不相信呢？就跟月亮在白天出现时一样，根本不可能嘛！舒婉娇滴滴的像个小公主，根本不会干活，以前都是用钱买工分，或者花钱雇人给她干活。是郭海默帮她干的活。又是他！唐明生气的将脚底下的小石头踢远，结果小石头飞起，砸到了胡桂芳的头上。胡桂芳哎呦一声，看到是唐明生砸的他，气得站起来就破口大骂：“你眼睛是不是瞎了？没看到我一个大活人坐在这吗？你凭啥用石头砸我？”婶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说不是故意的就不是故意的，你们这些知青没一个好东西，一个娇滴滴的上工跟来巡查一样，就有那贱玩意上赶着去帮忙干活。吴桂芳，你跟老娘们骂谁呢？我说错了吗？那个舒之清是来上工的吗？分明是来卖的。你家那个杂种看到他都走不动路了，还贱兮兮的去帮他干活。胡桂芳的话说的实在难听，周秋芳也没吭气，一个耳光伺候。你干你娘的！舒之清吃你家饭睡你家炕了，你这样编排人家。还有我家莫娃子，我家莫娃子以前是军人，就喜欢帮助人，怎么到你嘴里事情就变味了？你是不是早上上茅坑拉完屎忘记擦嘴了？咋这么臭？李队长看到周秋芳跟胡桂芳又打在一起，愁的脸上的皱纹都深了几条。程宙，你还干啥活？赶紧将你婆娘拉开！他就是欠揍，活该。李跟牢没办法，只好指使村里2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将2人拉开。胡桂芳，你再敢骂舒之清，老娘见一次打你一次，就不信你的嘴是铁打的还是钢铸的。行了，都干活去，都不想要工分了。你是死人吗？我都被人打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情干活？你是送上门挨打，我管啥？下次你再找周秋芳麻烦，别说他打你，老子也要打你，欠揍的玩意！我不活了，活不成了。范成柱这个贱货，这些年心里一直想着周秋芳那个娘们，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呀。你他娘的嘴巴放干净点，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把你嘴撕烂。既然你不会说话，那你以后就不要说话好了。舒之清，你来了。顾海默同志是个好人，上午助人为乐帮我摘棉花，我下午给他送些水喝。周秋芳笑了笑，拉着舒婉的手朝地头走去。走到地头，舒婉将胳膊上挎着的篮子放下，取出水壶和碗，给顾家每个人倒了碗水，还带了几个白面馒头过来。好孩子，婶子知道你的心意，但这馒头你带回去自己吃。婶子，这是我特意拿来给你们吃的。娘，舒之清是好意，你就收下吧。昨天他不是还吃了我们的鸡肉吗？未来的这个弟妹不是省油的灯啊，估摸着跟毛灵叶是一挂的，欠收拾。婶子，这些馒头我就是拿来给你们吃的，我走了。说完，舒婉就提着篮子跑了。周秋芳张了张嘴，见舒婉跑没影了，转身看着顾海默：“一会下工，你把这几个馒头给舒之清送回去，我们不能吃。”知道了。这几个馒头都不要动，一会我要还给舒之清。这顾家人真是仗义，送给舒之清鸡肉是应该的，人家回礼馒头却不要，都是蠢货。一旁的唐明生一直看着这边，嫉妒的眼睛都红了。看样子舒婉是真的在跟顾海默处对象，只是没公开。我一定要抢在他们公开前把舒婉睡了，生米煮成熟饭，舒婉就只能给我结婚。以后别说这白面馒头了，就是舒婉家里每月寄来的钱，都全部是我的。舒婉回到知青点，将换洗下来的衣服拿到河边浆洗，就听到上游有人说话。舒婉所处的位置刚好有一棵大树遮住，她只能听到人说话，却看不到人影。本不想理会，却听到毛灵叶的声音：“毛灵叶，我知道你是知青，你高贵，可是你自己爬上我的炕，那你就要对我负责。”负什么责？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本期视频由神奇的咸鱼 APP 官方赞助，卖闲置推荐神奇的咸鱼 APP。因为最近在搬家，总会发现很多全新的闲置物品，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其实很简单，把它们都放闲鱼就好了。现在还有 AI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这个男人年轻的时候相亲，先是相看上了这个女人，但女人却没看上他，俩人相亲没成。后来男人娶了现在的这个女人，女人嫁到桃源村，听说这事，就总是看周秋芳不顺眼，知道女人丈夫死得早，更是瞅准机会就找她麻烦。你是不是早上上茅坑拉完屎忘记擦嘴了？咋这么臭呢？李队长看到周秋芳跟胡桂芳又打在一起，愁的脸上的皱纹都深了几条。程宙，你还干啥活？赶紧将你婆娘拉开！她就是欠揍，活该。李根劳没办法，只好指使村里2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将俩人拉开。胡桂芳，你再敢骂舒知清，老娘见一次打你一次，就不信你的嘴是铁打的还是钢铸的。行了，都干活去，都不想要公分了。你是死人吗？我都被人打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情干活？你是送上门挨打，我管啥？下次你再找周秋芳麻烦，别说她打你，老子也要打你！欠揍的玩意！我不活了，活不成了。范成柱这个贱货，这些年心里一直想着周秋芳那个娘们，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呀。你他娘的嘴巴放干净点，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把你嘴撕烂。既然你不会说话，那你以后就不要说话好了。舒知清，你来了。顾海默同志是个好人，上午助人为乐帮我摘棉花，我下午给他送些水喝。周秋芳笑了笑，拉着舒婉的手朝地头走去。走到地头，舒婉将胳膊上挎着的篮子放下，取出水壶和碗，给顾家每个人倒了碗水，还带了几个白面馒头过来。好孩子，婶子知道你的心意，但这馒头你带回去自己吃。婶子，这是我特意拿来给你们吃的。娘，舒知清是好意，你就收下吧。昨天他不是还吃了我们的鸡肉吗？未来的这个弟妹不是省油的灯啊，估摸着跟毛林叶是一挂的，欠收拾。婶子，这些馒头我就是拿来给你们吃的，我走了。说完，舒婉就提着篮子跑了。周秋芳张了张嘴，见舒婉跑没影了，转身看着顾海默，一会下工你把这几个馒头给舒知清送回去，我们不能吃。知道了。这几个馒头都不要动，一会我要还给舒知清。这顾家人真是仗义，送给舒知清鸡肉是应该的，人家回礼馒头却不要，都是蠢货。一旁的唐明生一直看着这边，嫉妒的眼睛都红了。看样子舒婉是真的在跟顾海默处对象，只是没公开。我一定要抢在他们公开前把舒婉睡了，生米煮成熟饭，舒婉就只能给我结婚。以后别说这白面馒头了，就是舒婉家里每月寄来的钱，都全部是我的。舒婉回到知青点，将换洗下来的衣服拿到河边将洗，就听到上游有人说话。舒婉所处的位置刚好有一棵大树遮住，她只能听到人说话，却看不到人影。本不想理会，却听到毛林叶的声音：毛灵叶，我知道你是知青，你高贵，可是你自己爬上我的炕，那你就要对我负责。负什么责？我是不会嫁给你的，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哪里配得上我？要不是还没把这女人哄回家给我当婆娘，我真想揍她一顿。俺不服的婆娘，揉不到的面，婆娘就是要揍，不揍不老实。可现在还不能揍她，光棍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了婆娘，可不能给打跑了。那天你可是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你要给我当婆娘的，你现在跟我去找李队长，你要是反悔，我就告你流氓罪，是你跑到我家来的，不是我找的你。我不气，我不要嫁给你。那就找李队长，说你跑到我家抢了我，让你当破鞋，被进猪笼。二蛋拽着毛林叶的胳膊不松手，见他不走，干脆将他扛起来就往李根劳家跑。二蛋，你个蠢货，快放我下来，我不会嫁给你的。舒婉看着两人的背影，抿唇笑了笑。这么好的事情怎么能少了观众呢？刚才我看到二蛋扛着毛知青去李队长家去了，不知道是不是俩人好事将近了，还是说毛知青不愿意嫁给二蛋，二蛋就带着他去找李队长评理去了。李根劳正端着饭坐在灶房门墩上吃饭，看到二蛋扛着又是踢又是骂的毛林叶进来，吃了一惊。这是做什么？李队长，我是来找你评理的。二蛋将毛林叶放下来，怕他跑了，看到李根劳院子里有根麻绳，直接拿过来将毛林叶手和脚捆绑在一起，任由他在泥地上扑腾。李队长，那天不仅是你看到，全村人都看到了，是毛知青主动跑到我家的。当时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要当我婆娘，现在他反悔了，那我就告他流氓罪，你看着处理吧。说完，二蛋就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悠哉悠哉地抬头望天，一副李队长今天不给他一个说法他就不走的架势。李队长，他在胡说八道，我没有，我不要跟他结婚。我有没有胡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毛知青，你不要以为你是知青就可以犯事。李队长多英明神武的一个人，还不会为了你坏了他的名声。日他娘的，这货谁说脑子不灵光？我看他比谁都灵光。李根劳听到附近有脚步声，还有说话的嘈杂声，知道是社员们全跑来他家瞧热闹来了，心里有了主意。毛知青，这件事你先自己好好想想清楚再说。说完，李根劳走进灶房，重新端了饭碗，坐在门墩上吃饭。不一会儿，
李根劳院门口就围满了闻讯跑来瞧热闹的社员们。李根劳活了大半辈子，自然是见过世面的，哪怕被这么多人盯着，也不紧不慢地将碗里的饭吃完。毛知青，你想清楚了吗？李队长，我是被二蛋强迫的，他倒打一耙，说我主动爬他的炕。毛知青，这话不对吧？我那晚出来上茅房，看到你进了二蛋家。毛知青，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再狡辩也没有用。那天你可是当着大伙的面说要给二蛋当婆娘的，你要是反悔，犯的可就是流氓罪。不错，那天毛知青亲口说要给二蛋当婆娘，我们都听到了。对，我们可以作证。就算是知青，也不能这样欺负老实人。我就是太老实，不敢反抗，还被毛知青给那啥了。毛林业知道他再反抗也没用，我答应嫁给二蛋。这次大家都听到了，毛知青再次亲口说要给我当婆娘，到时请你们来喝喜酒。好嘞，我们都听到了。我怎么可能嫁给二蛋这个蠢货？现在答应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总有办法解决此事。本真神子，你帮我挑个好日子，要快，我要尽快娶毛知青进门。行吗？没问题。李丹一直躲堂屋门后面偷看，他爹不让他站在院子里看，他只能偷着看。见大家都要走了，急忙喊住刘粉珍：“粉珍婶子，你留一下。丹娃，啥事？”李丹脸一红，急忙看了眼李根劳。李根劳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头发：“是我寻你咧，进屋说话吧。”二蛋一直护送毛知青到知青点。婆娘，你还没吃饭吗？这2个黄面馍给你，明天我再给你送吃的。毛林业看了眼二蛋黑乎乎的大掌里躺着2个玉米面馍，抿了抿唇，伸手拿了过来。他是不会嫁给二蛋，可二蛋毕竟占了他的便宜，他吃他一些东西也是应该的。正准备进屋，就看到不远处的树下，舒婉正在跟顾海默说话。他这么狼狈，怎么能让舒婉过得这么舒坦呢？他去隔壁男宿舍喊唐民生出来。唐知青，我有事找你咧。什么事就在这说吧。重要的事。唐民生没办法，只好跟着毛林业出去。俩人也没走远，怕惹来闲话，就站在知青点屋门口不远处。啥事？毛林业心里刺痛，这是他青春时期就爱上的男人，怎么能对他这么冷漠？那天我是被下药了，不是自愿的。那是你自己蠢，下了2次药都没成，真不明白毛林业是怎么活到这么大的，是蠢到大的吗？都是舒婉，要不是他，我根本不会这样。我想再试一次，这一次一定会成功。这次我自己来，不用你帮忙。哼，蠢的将自己都搭进去了，还不如我自己动手。你无法接近他的，而我是女的，可以接近他。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还有事吗？没事我就走了。你什么时候动手？唐民生现在不信任我了，只要知道唐民生什么时候动手，我就有办法将舒婉带到二蛋的家里。到时我倒要看看唐民生还会不会喜欢舒婉。就最近这几天，反正都住在知青点，只要盯着唐民生就行。只要他行动了，我就有办法让舒婉以后活在地狱里，比我还要惨。天快黑了，我带着大黄去山上就行，你就不要跟着去了，太危险。